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飞行专家王机长 YouTube 官方频道，鉴定一下网络热门飞机视频。今天先来看一下一位朋友的投稿啊，他说在网上看到惠州这个地方有战斗机低空飞掠人群的视频，但感觉像是航模，想请我来看一下。然后呢，我就顺着这个链接去找到了这条视频。说啊，我个人第一眼看上去不太像航模，所以我就尝试着搜索相关内容，最终找到了一条官方号发布的视频，确认这是一架真的飞机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条视频里其实细节很丰富啊，我们来简单讲一讲。首先，歼16这个飞机好像知名度远远没有歼15、歼20的知名度高，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清楚。但这架飞机啊还是非常牛逼的，它是沈飞在歼11BS 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的4代半双座双发多用途战斗机，具备远距离超视距空战能力和强大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并且呢，这架飞机装备的是国产涡扇10系列的太行发动机，以后别再天天说中国造不出自己的发动机了哈。歼16在2011年10月17日在沈阳首飞，2013年初中国正式公开该战机。第二，视频开头有一个爆破的声音，一般来讲啊，那是飞机在超声速飞行时产生的冲击波传到地面形成的爆炸声。但是啊，飞机绝对不可能在旅游景区上空超低空超音速，因为音爆会对周边的群众和设施造成一定伤害，而且音爆同时会产生音爆云啊，视频里也没有。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开头那个声音要么是 BGM 里的，要么是瞎剪辑去玩的啊。不过我还是希望只是第一种原因啊，不然的话作为一个认证账号，这有点太不专业太不负责。这次飞行还有其他视角的视频，我们可以也来看一下。等一下，歼10啊，这边建议看一下眼科啊。别爱我没结果，除非花手饶过我。这个东西是真飞机，它不是飞猴子啊，它的名字叫 K-MAX， 是美国卡曼宇航公司研制的单座单发并列双旋翼直升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采用这种双旋翼并列布局的直升机啊。它的用途呢非常单一，就是专门执行外部吊挂任务。有的朋友该问了，说这摇滑手啊会不会自己打到自己啊？毕竟人摇滑手太快了，也容易左右手打架，对吧？但是这个直升机啊是绝对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因为它们两个独立的转轴都是通过一个斜切齿轮与同一个主轴相互连通。这样的构造方式呢，能够确保这两个分开的独立转轴能够保持固定的角度差，两个旋翼向相反方向旋转，抵消了反扭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直升机是没有尾桨的。那为什么要搞这种如此奇葩的东西呢？因为这样整的话，稳定性比较好啊，适宜执行起重啊、挂吊作业啊之类的东西。这款飞机呢，另外还有无人机的版本啊，投补给啊什么的会比较方便。同时避免了可能的人员伤亡。当然这飞机也有很大的缺点啊，就是用途太单一了，它只能坐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都坐不了。你要是抢救伤员的话，你总不能把人挂直升机下面飞走，对吧？所以啊，它也一直没成为主流啊。这个不是电脑特效，是真实发生的惨剧。2013年4月29日，直飞美国国家航空102号货运航班的波音747-400型飞机起飞不久后便坠毁，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具体为何会出现视频中如此难以置信的飞机姿态呢？因为第一，货舱里啊几辆这个超重型军车没固定好，出现了大幅度的移动，导致飞机重心不稳。第二，空难前当地的风向风速比较混乱，种种原因导致了飞机的失速坠毁，向视频中以及历史上所有航空遇难者哀悼。首先来看一位网友的投稿，他说威尔模拟飞行更新了个新机模，叫飞行眼科医院啊，感觉很迷惑，希望能够鉴定一下。那首先威尔模拟飞行更新的这个东西呢，我也比较迷惑啊，
据说这个机模啊不能飞，只能参观。不过啊，这个东西是真有的。大家刚才在飞机上看到那个大大的 logo Orbis， 奥比斯是一个国际眼科飞行医院组织。这个组织呢，拥有世界上第一所飞机眼科医院，飞机上有最先进的医疗教学设备。1982年成立以来，先后访问了4个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2万多名眼疾患者在专机上进行手术治疗，使他们重见光明。不过当然不可能边飞边做手术啊，飞机飞得再稳还是会颠簸的，容易一不小心呢割到脑子啊。它的性质啊，其实和中国的一列火车叫健康快车类似，就是去到不发达的地方，为当地的患者恢复光明。目前奥比斯使用的飞机，也就是游戏里更新的这款是 MD-10 3发中远程宽体客机 DC-10 系列的改进驾驶系统的型号，由波音公司改装，现在已经停产了。网友投稿：飞机为什么要在空中放油？空中放油不会洒人脸上吗？原因竟是为了飞机降落的安全。如果飞机在燃油没有耗尽的情况下降落，飞机很容易发生折断。燃油耗尽了再降落，飞机就不只是折断这么简单了。在释放燃油的过程中，会经过雾化的处理。你平时看到飞机拉出的白线，其实就是飞机在放油。你平时看到的白线一般都是废气尾气云，是飞机排出来的废气与周围环境空气混合后水汽凝结而成的特殊云系，而且只有特定情况下才会出现。空气的流动会把燃油稀释，所以地上的人们不会被油洒到。下期科普最轻的固体。再来说一下前面的问题啊，飞机空中放油的情况并不多，多数是因为要进行紧急降落，这个着陆重量啊远超飞机的最大着陆重量，迫不得已才进行的操作。如果不放油去强行降落，起落架就会有折断的风险，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灾难，而不是直接导致飞机折断啊。还是网友的投稿。这玩意儿不是图160，更不是轰20啊，这是美国的 B-1B 枪骑兵超音速变后掠翼远程战略轰炸机，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74年第一次试飞，85年服役，冷战末期开始使用，是美国空军战略威慑的主要力量之一啊。从远处看其实很像俄罗斯的图160，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说 B-1B 前端有一对活动小翼，而图160没有。通过这个细节可以进行明显的区分。然后咱们国内航展也有飞机开过加力啊，当时是珠海航展上歼20开加力玩的一个垂直爬升，非常的震撼。这架飞机是歼5，为何出现在沙漠中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搜索了一些资料，猜测可能是中国空军的靶机在打靶训练中被击落导致的。从网络上搜索呢，会得到2种完全不同的答案，一种说这是歼5，一种说这是歼6啊，可能还有更奇葩的说法，我没看到哈。那我们在这里就一起来看看这2款飞机的区别。首先呢，歼5是单发，歼6是双发。其次，通过机长来说，歼5要比歼6短3米左右。最明显可以一眼分辨出来的是水平尾翼的位置，这个歼5的平尾在垂尾的中部，歼6的平尾在垂尾的根部。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推送，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其他影片了。这里是飞行专家魔机长，那我们下期再见。